Hello， 大家好，我是陈6，今天大家分享一台呢，有过 Google 认证，而且以台湾品牌来说，目前最顶规的电视盒，就是这台雷爵推出的 Rocktek G2 的4K 电视盒。那其实有蛮多基友都有注意到这一台，觉得它的规格配置很硬希望6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稍微查一下，做一下功课，发现它的配置是真的非常的高。那像是 CPU 啊，采用的是类电脑 S905系的晶片，它是一颗4核 Cortex A5 架构的处理器，再搭配上 DDR4 4G 的记忆体跟32GB 的储存空间，可以让你在 ATV 上流畅的操作各种应用，像是很吃资源、容易卡顿的迪士尼 Plus 呢，也可以秒开顺畅的载入。要知道现在有 Google 认证的盒子呢，还有很多呢都是用1G 或2G 的记忆体配置。那就现在最新 ATV11的版本来说，开机之后基本上就会吃掉1G 多的记忆体。所以如果你用2G 以下的记忆体设备执行起来呢，就会相当的吃力卡顿。那我觉得4G 的配置相对就比较刚好，可以执行更多的应用。再来就是它有配置 WiFi 6以及1000 MB 的有线网路孔，可以做你大频宽的网速连接。所以即便你是要区网连接家里的 NAS 播放几十 GB 的蓝光 4K 影片呢，也是轻轻松松。包含影剧迷钟爱的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HDR10 Plus 认证、AV1 编码也都是给好给满。基本上它算是一台非常符合影音迷的 4K 高阶机上盒。那个人觉得它还有很多的功能特色，也非常的不错。待会一起跟大家介绍。开始前我们先看一下它有什么配件吧。Go。好，配件的话，依序有 G2 主机、遥控器、HDMI 连接线、电源线，还有说明书。那遥控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应该是目前 Google 认证机上盒中最完美的遥控器形态。那过去6有接触过非常多机上盒，但以认证过的款式来说，从来没有看过有配数字键的遥控器。那或许遥控器有数字键你不会觉得稀奇但有过认证的话，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包含主流的 Google 语音键、功能键、书签键、App 快捷键等等，所有应该有的功能键呢都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完美的遥控器。那接着看到主机的部分呢，必须说它的设计上相当讲究上盖有做皮革的包覆，明显带出独特的质感与定位而且在表面上呢也不会影响散热。就外形上来说呢，跟其他盒子就有很大的差异性品牌的辨识度极高。再来我们看一下主机的配置在右侧的话有使用的 USB 2.0 跟 3.0 的接孔以及 SD 卡的扩充槽。那在 USB 2.0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来连接像是键鼠或者是其他的 USB 装置来辅助操作。那 3.0 的部分因为读取速相对更快所以适合用来连接外接硬碟，播放一些大容量高解析的4K 影片。那机器内建的32GB 容量如果觉得不太够，还可以透过 SD 卡来扩充容量。那接着后面的接孔配置呢也是非常的实用，有 Type-C 孔、光纤、AV、HDMI 2.1、1000 MB 的有线网路孔以及电源连接孔。那6也是第一次看到有配置 Type-C 孔的这个机上盒那对于一些设备需要额外供电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非常方便的接孔。不过6有测试过，它 Type-C 的部分只能供电并不具备传输功能。在主机配置的光纤孔呢，可以用来连接家中的高级音响或声霸组，搭配主机认证的杜比音效，可以享受到更棒的音质体验。那最后呢，加上 HDMI 2.1 的接孔，可以将 4K 影像稳定输出，让整台的硬体配置呢趋近于完美可以说是完全照顾到影音朋友的需求。那在意网络连接的朋友呢，一定会很喜欢它的配置，因为主机采用的是 WiFi 6的无线协议，而且还是美国大厂Broadcom 的晶片所以让你即便使用无线 WiFi 连接呢，也可以达到最高450 MB 的连接喜欢无线连接又稳又快的朋友，这台应该会让你爱不释手。那其他的相关规格数据呢，可以参考图表的部分。接着我们就开机来看一下它的软体界面吧。好，目前看到就是 G2 电视盒的界面那它采用是 Android TV 主流架构，版本是11.0，操作起来非常的流畅快速那我们可以透过遥控器呢进入设定选单，在主页的最底部分呢可以设定遥控器的控制也就是 CEC。那这部分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设定来匹配家中的电视或声霸这样呢就可以用一个遥控器来控制 G2 电视盒跟电视非常的方便。在 ATV 的架构呢，对使用者来说也很友善你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来安装自己喜欢的应用，好像是安装立 TV 呢就可以用来观看电视台，搭配遥控器上的数字键可以轻松进行转台就跟第4台一样，不论是大小朋友或长辈操作呢，都能够很容易的上手。那一开始有提到呢，它是 Google 认证机上盒中目前最顶的一台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那Google 认证有什么特点呢？其实上它会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异像是你可以使用 Chromecast 盒来享受更便捷的影音体验只要手机跟电视盒在相同 WiFi 环境下，你可以直接呢从手机将喜欢的影片直接投放到电视盒，而且完全不需要事先登录 YouTube 账号这部分呢
的话，只要操作过几次呢，一定会喜欢上。再来呢，就是你可以通过遥控器的 Google 语音键来找影片，然后透过语音搜寻就可以快速开启自己想要看的影片，这也是非常的方便。那有没有认证呢？最好区分的方式呢，就是它的首页界面。有认证过的 ATV 呢，采用是卡片式的横向排列，首页部分还可以加入喜爱的串流 App， 可以将最新的内容推播在首页上，方便使用者观看。而且所有的串流应用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商店下载使用，你完全不用担心版本错误或者是不支援装置等等的错误讯息。不过个人觉得呢，认证电视盒最棒的点呢，莫过于串流应用的点灯了因为在没有认证的电视盒上呢，有的是无法开启串流应用，有的是只能够用滑鼠的方式控制，而且即使进入了 Netflix 也没有办法看到 4K 的画质，只能以中低解析的 1080p 或720p 播放这样的话相对的可惜。那 G2 电视盒呢，不光只是有 4K 的认证，它还有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这些认证都可以在影片的栏位中直接看到点灯。那有没有点灯的差异也很明显大家可以仔细的对比一下画质的部分。好，那除了 Netflix 之外呢，迪士尼 Plus 上一样有点灯所以如果你已经花钱订阅像 Netflix、迪士尼 Plus 这类的付费平台的话，真的不应该屈就在没有认证的盒子上观看这样非常的浪费。建议大家一定要用认证过的电视盒或智慧电视来观看。好，那各位在追剧空闲之余呢，还可以使用 G2 电视盒来玩游戏，好像是安装 GeForce Now， 你就可以远端的畅玩3A 的游戏，只要透过蓝牙或 USB 连接手把，就能够让 G2 电视盒变身成游戏机整体操作起来的话，我觉得感觉上是还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安装 Steam Link， 远端玩自己家中 Steam 游戏库内的大作，或者是直接安装 Google 商店内的游戏等等。那由于它的扩充槽是可以让你外接 USB 手把的，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需求来体验不同类型的游戏。好，再跟大家分享测试心得基本上它的硬体配置要用来播放 4K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或许你会觉得很多机上盒都可以播 4K， 但是它是可以到 H.265 解码，而且同时还可以解锁12 bit， 还有 HDR10 Plus 的认证，所以它的色彩来讲，播放起来影片的感受上真的会跟一般 4K 机上盒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尝试。而且呢，设定选单里面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像是这个 HDR 部分，你可以从显示的部分点进来，这边 HDR 可以做手动的开关，包含杜比世界的部分。好，那音效的部分的话也可以调整它的音效的部分这边点进来之后，我们选择音效这边可以找到杜比音效，可以做细节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它算是非常弹性灵活，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操作你想要设定的部分。好，那我发现它的选单里面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 APP 按键设定，这个我蛮喜欢，但是它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就是遥控器上面会有4个快捷键，像是有 YouTube 点下去就开 YouTube，Netflix 开 Netflix，然后迪士尼 Plus 开迪士尼，最后还有一个 Prime Video，那它是4个按键都可以很快速的叫出，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设定选单这边可以让你去改快捷，不过目前看到它就是只能改迪士尼 Plus 我试了蛮多的，没有办法改其他的，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台湾比较少用左下角这个 Prime Video。不过呢这边的话还是可以改，我觉得还是算是方便啦。如果你没有用迪士尼 Plus 的话，你可以改成别的，像我这边把它改成 Play 商店，那我们把它推到首页，那我们再按一下迪士尼这个按键，它就会直接开启 Play 商店，所以这个就变成它还可以调整那或许以后这个里面的软体版本更新之后，它可能就可以设定所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得期待的。那在测试播放的过程中，我觉得播放线上的串流这些点灯都没有问题，包含我自己外接了一个硬碟去播 4K 的影片也是 OK 的。然后呢，你如果家里有 NAS 的话，你有一些习惯看一些比较高等级的影片的话，像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播一个有这个 DTS 的解码，然后42GB 的 4K 影片，这个算非常的大了。好，那这边就一刀未剪直接执行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播放速度。好，我们这边直接给它载入。它会切换下一个播放程式，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就已经在连接 NAS， 然后开始播放，到现在已经画面出来了，其实大概就是几秒钟的时间，42GB 的这影片的话，就可以很快速的载入，所以它就是可以让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其实得到不错的体验，就是解码能力又强，然后连接的速度又非常的快速播放一些高阶影片来讲，我觉得用它来操作是非常享受的啦但是前提你的电视呢跟你的音响还是要具备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的资源不然单靠机上盒，你的设备没办法的话，还是带不出来不过各方面来讲，我觉得它已经算是非常有水准的一台 4K 电视盒作为钟爱影音画质跟音质体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这台是真的蛮值得参考的。好，大致上接下来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基本上 G2 这台电视盒呢，已经把所有电视盒高贵的配置全部塞进去了算是体质非常健全的一款所以如果你家里的电视 ATV 的版本已经有点卡顿了，或者是你电视没有 ATV 的话，我觉得这一台真的是蛮值得参考的方向那硬要挑它的毛病的话，就是可能它的单价会稍微高一点不过它也有赠送一些很实用的赠品，我觉得相比较来讲，价格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啦这部分大家可以稍微评估一下。真的
要良心建议一下，如果你已经订阅了 Netflix 或迪士尼 Plus 这种平台，如果你还在用没有认证的盒子的话，真的非常可惜那个画质真的是非常的差，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考虑去更换有认证的盒子。好，那再来的话，我也会跟厂商争取看看有没有一些优惠的团购价，如果有的话，会跟产品资讯呢一起整理在影片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点击参考。好，那关于 G2 的部分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 Leo。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喜欢 Leo 介绍，那我们就下一个产品再见，拜拜。